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到阵容时，其实最先关注的是翟一莹和马小雨之间的情感线。毕竟强强对抗、极限拉扯这种设定本身就自带热度，但随着定妆照、路透以及部分剧情信息慢慢曝光，越来越多人却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了另一个角色身上——沈燕。而最有意思的是，沈燕明明是反派，可为什么观众还没正式追完整部剧，就已经开始提前心疼这个角色？其实这背后藏着一种非常典型，但很多普通观众不容易察觉的编剧技巧。今天我们就来深聊一下，直到烈日燃烧，真正高明的地方到底在哪里？首先必须承认，这部剧最大的特点并不是爱情，它真正吸引人的核心其实是人性。现在很多短剧为了追求爽感，会用非常直接的人设，霸总、复仇、白月光、替身、追妻火葬场，观众看得多了，自然也会疲劳。但直到烈日燃烧，明显不想走这条路，它更像是一场关于欲望、控制、情感扭曲的实验。剧名里的烈日其实就像一种隐喻，人在温暖舒适的环境里往往还能维持体面，可一旦被放到极端高温下，所有情绪都会被无限放大，爱会变质，信任会崩塌，善意也可能扭曲。而沈燕就是这个极端环境里最危险也最复杂的人。很多反派为什么让人讨厌？因为他们太坏了，坏的单一，坏的脸谱化，观众一眼就知道这个人是来推动冲突的工具。但真正高级的反派从来不是单纯作恶，而是让观众在某一瞬间突然理解他。注意，是理解，不是原谅，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从目前放出的信息来看，冯建宇饰演的沈燕明显属于白切黑类型，表面克制、温和，甚至带点疏离感，可真正危险的东西却全藏在平静之下。这种角色为什么容易出圈？因为现实里最让人害怕的人，从来不是情绪外露的人，而是情绪稳定的人。他不会失控，不会大喊大叫，甚至永远保持理智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显得更加可怕。很多观众已经发现，沈燕不像传统反派那样攻击性外放，他更像一种慢慢渗透的压迫感。这种角色其实非常考验演员，因为一旦演过头，就会显得油腻，如果演得太轻，又撑不起角色的危险感。而目前从路透来看，冯建宇选择了一种很聪明的处理方式，压着演，眼神、停顿、语气都比情绪本身更重要。真正厉害的反派不是歇斯底里，而是安静，尤其当他越平静，观众反而越不安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沈燕是反派，却开始对他产生复杂情绪，因为编剧没有急着让他坏，而是在一步一步让观众看到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这是职业编剧最喜欢的一种写法，伤口型反派。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先让观众看见他的裂痕，再看见他的恶意。当观众意识到原来他曾经也想做个正常人，角色就立住了。因为人最容易对什么产生共情，不是完美，而是破碎。尤其是那种明明已经快坏掉了，却还残留一点温柔的人，这种人物往往最致命。因为观众会下意识幻想，如果有人早点救他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同？而这种差一点被拯救的遗憾感，恰恰是最容易让人上头的。这也是直到烈日燃烧目前最聪明的一点，他没有把人物简单划分成好人和坏人，而是在不断模糊边界。许愿真的绝对清醒吗？顾野真的毫无阴影吗？沈燕又真的天生邪恶吗？当所有人物都不再绝对正确，剧情才会真正好看。
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是灰色的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细节，那就是情感控制。目前不少观众都觉得沈燕最危险的地方，并不是她做了什么，而是她太懂人心。她知道别人最缺什么，也知道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，于是她会用最温柔的方式去完成最残忍的控制。这种角色为什么容易让观众沉迷？因为它危险，但又极具吸引力。观众一边害怕它，一边又忍不住想继续靠近。这其实是心理学里非常典型的危险吸引机制。越危险的人，越容易制造情绪刺激，而情绪一旦强烈，人就会产生记忆点。所以很多时候，真正让观众忘不掉的，并不是完美男主，而是那些带着裂痕、压抑、阴暗感的人物，因为他们更真实，也更像成年人世界里的情感关系。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观众已经开始厌倦工业糖精，大家不再满足于无脑撒糖，反而更想看到复杂情绪，爱里带着算计，温柔里藏着控制，信任背后埋着背叛。而直到烈日燃烧，显然正在往这个方向走。再说回翟艺莹，这次她的变化其实也很明显。以前很多观众对她的印象更多是偏温柔、清冷型角色，但这次的许愿明显更锋利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白花，而是带着攻击性的。这种角色一旦处理不好，很容易让观众觉得拧巴。可偏偏许愿和沈燕之间又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镜像关系，一个拼命压抑黑暗，一个正在慢慢靠近黑暗，于是两个人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极强的情绪张力。而顾野的存在则像是另一种力量，它可能代表的是燃烧，一种更直接、更炽烈的情感。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并不是普通三角关系，而是三种不同人格、不同欲望之间的碰撞。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业内人已经开始关注这部剧，因为它虽然是短剧形式，却用了很多长剧才会认真铺设的人物逻辑。人物不是工具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系统，而这种写法才是最容易形成角色讨论度的。尤其现在观众越来越聪明，大家早就不满足于单纯看剧情，而是开始分析角色心理、台词暗示、镜头隐喻。谁越复杂，谁就越容易被讨论；谁越让人看不透，谁热度越高。而沈燕目前显然已经有了这种趋势。很多时候，一个角色真正爆火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完美，恰恰是因为它不完整。观众会在他身上看到遗憾、压抑、疯狂，还有那种明明已经坠落，却依然想抓住一点光的感觉。这种人物一旦演员演对了，很容易直接封神。当然，目前直到烈日燃烧真正上线后的完整效果，还需要等剧情全部展开。但至少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，它已经具备了和普通短剧拉开差距的潜力。它不只是讲爱情，而是在讲人在欲望和情感失控之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，而这或许才是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许愿，你会选择靠近炽烈直接的顾野，还是那个明明危险却让人忍不住心疼的沈燕？你觉得沈燕最后会彻底黑化，还是会因为某个人重新找回人性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解析角色、人性和剧情细节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继续一起聊更多值得细品的影视作品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